好，那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那个 Nano Banana Pro 啦。但是，我在准备完这个讲题之后，就发现说 ChatGPT Image 2.0好像又赢过 Nano Banana Pro 了啊。所以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来讲一下 ChatGPT 的2.0这样子。好，那就是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午休刚结束嘛，那先来一个小小的互动。就是有听过 Nano Banana Pro 的，请你按1啊；如果没有听过的话，请你按2，这样子。就是在我们的讯息的地方。好哦，非常谢谢大家的回复，就是有人有听过，大概目前用我的工人智慧看一下，大概70%的人是都有听过的。那您本身是如果有订阅那个 Google AI Pro 的话，请按3啊；没有订阅请按4，这样子。有订阅请按3，没有订阅请按4。OK，好，大概有订阅的人还是比较少一点啦，那就也是一样，都非常谢谢大家的回复。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题。好，那就是到底什么是 Nano Banana Pro？它其实是在一个Google Gemini 3里面的图像生成功能。所以如果你有使用那个 Google Gemini 啊，或者是你有订阅 Google AI Pro 的话，那其实你就可以去使用这一个图像的生成。那它跟其他的生图模型差在哪里？它本身它其实会思考啦，就是你给它输入一个指令之后，他会先想说，你输入这个指令到底你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因为Gemini 它本身呢，它是一个大型的语言模型，所以它拿了世界上很多的知识去做了训练。那它接收到你下的这个指令之后，它会去比对它资料库的知识之后，然后再开始产生图片。那所以如果是一些以前的传统生图模型的话，就是你给它什么，它就把它画出来。可是因为它没有这些像物理化学的概念啊，所以画出来的图可能就是会怪怪的这个样子。那 Nano Banana Pro 它的主打的亮点就是说，你给它提示词之后，它用它大语言模型的能力去拆解你的语义，然后把相关联的东西关联起来之后，它再去做一个构图规划，那最后生成图像。那所以呢，它就是有一些核心优势啦，那就是包含说它这个生图软体，它还包含了我们现实世界的知识。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做一些历史场景，我觉得最主要是历史场景啦，那你就跟他说我想要这个地点，然后在以前什么时候，那请你帮我生一张图，那他就生得出来这样子。那它的一开始它出来大家非常爱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的生图软体呀，在生成文字的时候都会非常的混乱。那Nano Banana Pro 就是改善了这块限制啊，特别是繁体中文的部分。那再来就是它可以去控制一些像角度啊、镜头啊，或者是你让它放大图的某一个部分，它都可以做到。那再来就是一致性维护，那一致性维护就是说，你可以给它最多14个角色，然后你请它说帮你把这14个角色，然后再把它拼成一个新的图，那它可以去保持这些角色的风格一致性。那因为刚刚讲的大家可能还是不是很明白啊，所以这边就是给大家一个范例啦。那这就是我们学工位的，应该就是知道说我们那个 John Snow 他在1854年的伦敦呢，那他去调查了一个霍乱疫情，那后来发现说就是这个John Snow Pump 啊造成这个霍乱的流行疫情。那所以我就下了一句 prompt 给 Nano Banana， 我跟他说。请你把 John Snow Pump 画出1854年跟现在的对比图这样子。
那所以呢，那个 Nano Banana Pro 它就会去搜寻它资料库里面的一些知识。那它的左边呢，它其实就是有把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给演出来啦。就是说，他去查了资料库之后，发现说，哦，我为什么特别提到1854年，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个霍乱的疫情，然后这个pump 就被移除掉了。那所以他就画出了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右边这个图就是那个 John Snow Pump， 他现在是在一个酒吧外面，其实他这个位置不太正确，他应该是在正外面，不是在斜对面这样子。那不过现在因为是一个观光景点，所以他就脑补了2个观光客在帮这个 Pump 照相。那当然他现在我是觉得他有点变笨啦，就是我们都知道说那个水垒帮浦啊，应该是小小的，而不是跟人一样高这个样子。那其实是可以在下一个 pump 跟他讲说，你这个 pump 就是太大了，那请你把它缩小，它其实就会照做这样子。好，那刚刚有讲到说它具有那个工作室的能力是什么意思？像我就在下了一个指令跟他讲说，我现在想要聚焦在那个John Snow Pub， 就是后面的酒吧，那请你再帮我生出一张图来。那你就可以看到说，它本来酒吧它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它第2张图它就帮你把后面的酒吧给拉出来，而且它还觉得说，这时候拉出来，应该这个人其实是刚刚这一张图右边这个人，那他应该已经站定了，然后继续照相，所以他就把那个帮补跟人，他还是一样把他拉出来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他可以做一个，你可以跟他讲说，你要把这张图片上面的某一个部分，想要把它放大，想要把它缩小，基本上他都做得到这样子。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疾管署在之前就是有出一个疾病拟能计划啦。那其实在很多疾病来讲，它都有给它做一个角色设定这样子。那我就是把里面的角色，然后关于虫媒传染疾病的图。它其实是 PDF， 但是其实呢，那个 Gemini 读 PDF 不是很好读，所以就是把它截图，然后这5张虫媒传染病截图丢上去之后，我下了一个指令跟他讲说，这5个疾病拟能角色呢，它都是经由文字而传播，那就是帮我合成一张图。那可以看到，就是它就是把这5张图合在一起，然后其实风格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我觉得它比较厉害的是，他还知道说这5张图是各代表什么疾病那所以他在这5张图的人像上面，他还自己加了个自己加了一些注解这个样子。那这就是我刚刚提到他的厉害的地方的第4点，就是它可以把不同的角色做一个合并，然后维持风格的一致性这样子不过在玩这些图，大家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版权啦。那我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比较切身的东西当例子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进到今天的主题。那今天的主题就是说，那这个 Nano Banana Pro 就是我们在 Google 下面的这个生成软体，那到底在我们的公卫应用可以有哪些应用？那就包含说，像是可以去做一些卫教的资讯图表。那或者是做一些多语言的教材，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就是有很多移工外配那他们可能就是不论是中文或是英文，对他们来讲都不是那么的熟悉这样子。那或者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政策宣导啦，像是等一下会提到我们PCV 疫苗那我们之后就是要用20架或者是21架去做衔接，那它也可以生出一张比较清晰易懂的图这样子。那最后当然就是如果我们有需要出去讲一些法定传染病或者是我们传染病相关的教育训练的话，那也可以用 Nano
Banana Pro 那来做一个生图的动作。那核心原则虽然 Nano Banana Pro 它对于文字的生成很精准，但是其实最主要还是让它负责一些视觉创意的部分啦。那如果说你真的很希望那个字是完全不会错，完全一模一样的话，那这些文字呢，就是在你把图生出来之后，我们可能再用像 PowerPoint 啊那些的去做一些后置处理。好，那这边就让大家玩一下啦。我把那个提示词贴到等一下哦。选就是我现在把这一份提示词贴到了我们的那个讯息的部分，把置顶，那大家如果有在用 Google Gemini 的话，那现在就可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来生这张图，嘿。对，那大家在把提示词贴上去之后，那要记得就是说，我们这边工具你要把它弄成是建立图像，嘿，那这边要改成思考型，嘿，因为这个我自己的我就是习惯用思考型。那在这两个选项把它加上去，把它改好之后，那就可以按 Enter， 然后等它开始生图，嘿，小。那这时候大家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个状况啊，就是 AI 在跟你耍笨，对，那这时候要怎么强迫它生图？就是你给它的这一段提示，然后你也选了建立图像，但是它就是不肯生图。那这时候其实你可以就强迫它，你就打这段指令叫做 generate image now， 然后很紧急，给它很多惊叹号。那这个你把这个指令再加上去，那基本上这个 AI 它就会把图做出来这样子。好，那我们大家不知道图有没有生出来？如果有生出来的话，可以也贴到讯息的地方，然后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好，没关系。如果大家都还在跑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就继续讲这样。那就是这个 prompt 到底跟一般的 prompt 差在哪里？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就是要明确去指定它的风格，就是说我希望它不要有太多阴影啊那些的。那它是一个非常平面的设计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列出具体内容，就是你想要让 AI 帮你生成怎么样的图。那配色呢？配色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讲说，我想要蓝色，想要白色，但是我的蓝色、白色跟你的可能就不一样，那跟 AI 的可能也不一样。那所以我们是建议说，你直接给它色码，然后避免一些模糊的描述。然后再来，我希望它是很简单的，我就要跟他讲说，我不要一些那个装饰的元素在里面。那刚刚有讲过，就是建立图像，然后选择思考型。那最后就是大家要知道，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图生出来就很开心，我们就在图上面点右键，然后就储存图像。但是其实它这个时候的解析度是不够的。那现在那个 Nano Banana 就是它在右上角的地方，它其实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储存原图，或者是说您把图打开来，然后一样在右上的地方把它下载下来。那基本上这个图的解析度高了之后，它的字就比较不会糊掉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的那个 Nano Banana 这个它做成了怎样的图片？
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做出来啦？那就是我刚刚是请他去做了一个防治登革热的海报。那他除了就是4点之外呢，他自己还想了一些要怎么做到这一件事情的步骤这样子。那这时候就会有人说啊，都是英文的啊，其实对我们那个工位没什么帮助啊，就是大家其实都还是习惯阅读中文这样子。那没关系，我们就再下一个指令说，请把上面的英文翻译成中文，然后给它出去。好，那我们就会得到一张中文版本的登革热的预防资讯图这样子。好，那这个就是Nano Banana 在生图的部分。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实战范例2啦，就是万一说我的文章很长，那其实因为你在做这些 AI 生图的每一个文字啊，跟你的指令啊，它都是在吸引 AI 的注意力啦。那因为 AI 它在做一张图，它的算力其实是有限的，那所以那个长文就是必须要先帮它做个摘要，然后我们再下去生图这个样子。那所以呢，如果说你的文章比较长，例如说我这边的例子就是最近有那个立百病毒嘛，所以我们有一份那个医疗机构的立百病毒的感染症的感管指引。那我翻了一下，那个好像有9页吧，那真的蛮长的。那所以我就会把这个 PDF 下载下来之后，先丢给 Gemini， 然后我跟他讲说，你先帮我萃取3到5个关键摘要。那他做完这件事之后，你要去做一个人工确认，就是 AI 觉得重要的不一定是你觉得重要的，所以你要把你觉得重要的东西放进去这样子。那之后呢，你再开一个新的视窗，就是跟原来那个摘要的视窗不一样，就是再开一个新的，然后你把这个步骤3的 prompt 贴上去之后，然后请他来做生图。好，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的那个 Nano Banana 表现的怎么样齁。好，那就是这个是我把那个立百病毒的感染管制建议，请他做5个摘要之后，然后再做生图。那其实整体上看起来好像还不错，但是仔细去阅读就会发现说好像多了一些字，像是像是这边多了个严谨，然后这边强化人员监测，这边多了一个语。好，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一样，像我刚刚一样，把这个字圈起来，然后把图，然后再丢回给那个 Nano Banana， 你跟他说把用红色框起来的字去掉，那他就会很聪明的帮你把字去掉。那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一张就是他在做后置的图片，那这些字呢就被他去掉，而且他有把排版再把它排好一点，所以蛮聪明的。好，那所以接下来就是教大家来写一下说到底我们在跟这个 AI 沟通，其实你叫他画图就是要跟他把话讲清楚，那他就会画出比较符合你期望的图来这样子。那所以它的黄金法则大概就是要有这些啦，就是说你要跟他讲你要做什么啊，像建立一张洗手卫教海报。那再来就是你的情境是怎么样，例如说我这张洗手海报我是要给小朋友看的，还是我要给医院员工教育训练用的，要用正式风格。那你的指令就是你的洗手步骤，内外夹攻大力丸，那7步骤，你要7个步骤是什么？然后每步要配一个手部的图示，这些要跟他讲。那提供参考样式，你可以跟他讲说，
类似 WHO 的洗手海报风格，或者是更直接的，就是你在网络上啊，或是其他地方可能有看到一张图，你很喜欢，那你就把它下载下来，然后把它丢去给 Nano Banana， 跟他讲说，你就跟这张图的风格一样，那他就会照着那张图的风格，然后来帮你弄出你想要的东西。那最后就是输出格式啦，就是你刚刚讲说你要直的还是要横的，解析度要多高，然后你的那个档案要 PNG 啊还是要 JPG 啊，这些都可以指定给他这个样子。好，那其实我们在用 Nano Banana 吼，就是用在工作上面会遇到一个问题啦，就是那个版面它实在是太花了，就是它很希望把所有的东西都塞进去这个样子。那所以呢，我这边就是教大家一些小技巧，就是让 Nano Banana 的图生出来不要那么花俏啦。那第一就是锁定关键字，你刚刚讲说我就是要一个极简风格。那第二个就是你不要去有一些像是阴影啊，然后渐层啊这些把它排除掉。那再来你限制色彩，你把色码直接给它写死，然后大概3到4种颜色就好了。那最后就是告诉模型说，我这个是一个政府的公卫要用的报告啊，所以请你帮我做简单一点。那所以下面就是一个简洁风格的完整指令，那大家就是也可以直接拿去用，然后你也可以想说里面有哪一些是你觉得你想要调整的都 OK 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刚刚有讲到我们的那个PCV 疫苗的转换，那在左边这一张呢，它就是在还没有下这些，我就是只是把 PCV 转换的原则丢给 Nano Banana， 请他帮我生一张图，那它就是生出左边的这一张图来。那再来哈，就是右边就是我在下了这些 prompt 之后，那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它就是不管是在配色啊，然后或者是整个版面设计，那因为我有设成是直视，叫它用直视的啦，所以它就是变成有点像我们那个工作手册上面的那个的流程这个样子。那其实 Nano Banana 你也可以是请它做简单干净的图。好，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到底那个文字为什么会糊掉啦？那其实我们要知道说 AI 它在弄这些字的时候，它其实是画字，它不是排字。就是我们一般在 Word 档啊，我们那个字你要改变风格，你其实会发现说 Word 档面有个叫 Font 的资料夹，然后我们在里面去选字体，然后做不同的渲染。但是AI 呢，他们在做这些图的字的时候，它是用像素把这个字画出来，所以它精确度基本上天生就有限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我们自己中文字的限制啦，就是英文26个字母就长那样，可是我们中文字就是比较复杂这样子。那解析度如果有限的话，它挤在一起就糊掉。所以刚刚才会跟各位讲说，如果在下载图片的时候，要去下载原图，就是档案比较大的那一个，因为它的解析度比较高。可能您在看预览的时候，它的字体是糊的，但是下载原图的话，它的字就 OK 了。那再来就是注意力，它 AI 的注意力被稀释掉了。就是如果您的图呢里面的文字本身就比较多，然后你又给它下了很多指令的话，那因为算力是有限的啦，那所以它可能就会去降低对文字的算力这个样子，那文字就很容易糊掉。嘿，那其实这些都是模型的根本限制啦。那大家就问说啊，那我来上这堂课到底要干嘛？没关系啦，我们还是有一些解决方式的啦。那就是如果说这个文字是完全糊到你自己都不知道他在写什么，那基本上是无解啦。那就是你必须把你文案的文字做精简之后，然后再重新生图这个样子。但是如果说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有一些错字的话，
您就可以像我刚刚一样，就是那个立百病毒，我觉得那个字怪怪的，你把它圈出来，然后跟 AI 讲说，帮我修正这些文字，那基本上改得动。嘿，那如果是英文文字的一些轻微错误的话，你就给它做一个引号，然后把你要正确的字，给它写给他，然后你再重新生成。基本上英文这个文字的轻微错误也都是改得动的。那就是左下角这一个就是中文字，如果你要把字圈起来做修改的话，你也可以很简单跟他用中文说，把错误的字圈起来，然后帮我改成什么什么字这样子。那但是如果你要跟他下更精确的指令的话，我是建议用英文啦，因为现在 AI 的母语其实都是英文啦，嘿，那你就是下这个修正的 prompt 给他，让他去改字。那右边这个可能比较少会碰到了，是我们的英文逐字拼写，那也有个 prompt， 那可以去做修改这个样子。好，那所以接下来就是讲说哪些图适合 AI 去做生成，哪些其实就是不适合，就是大家不要再浪费自己的时间跟浪费 token 去生这些图啦。那适合的就是像卫教宣导海报啊，一些活动宣传插画、概念插画、社群媒体迪卡，这些其实是适合 AI 生成。那不适合 AI 生成就是像病例关系的病例接触关系图啦，像是我之前有试着就是要把那个麻疹的接触者跟麻疹就是发病个案，然后他们之间的关联性用 AI 画出来大概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我就放弃了，因为我发现就是你画出来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加新个案啊，你每次加新个案，其实旧的版型就会跑掉这样子，所以这个超级不适合。嘿，那再来就是疫情的曲线图啦，就是一样的问题啊，就是其实你之后如果要再加新的东西进去的话，风格多少都会变。那加上数据的精确度如果要求很高的话，那它其实也不太适合拿来画。那如果是那种疫情曲线图，如果你是那个长条图或是直方图的话，可能还可以试试看。但是如果你是 scatter plot， 就是你的那个图上面有很多小点的话，这基本上都对不准啦。嘿，那再来就是一些你需要逐字正确、不容许错误的表格或者是图表，那这些其实我就不建议说你用 Nano Banana 来做一个生成的动作。好，那所以我们大概剩3分钟啦，所以最后就是给大家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如果要用 AI 来做生图的 SOP 第一个就是请 AI 帮你研究某一个主题，或是把某一篇文章做摘要，或者是说你丢一张图给 AI， 问他说你对这张图片的理解，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步骤，叫分析内容。那第二个就是请他确认一下。就是你就问他说，你讲一下你要怎么设计，然后版面布局，那你不要先直接生图，然后你人工确认说都 OK， 内容 OK， 版面也是你想要的，那你就可以开始按生图。那最后产出产品就是那张图生出来，你可以用后置工具，就是如果有一些文字不清楚的地方那我们用后置工具再去做文字的微调这样子。好，所以这边就是有给大家步骤1，步骤2。那步骤3呢，就是他把那个风格那些讲出来之后，你按确定，你就跟他讲说，那开始生图这样子。那步骤4就是图生出来，那再去做最后的人工确认。好，那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边。那我有看到就是有同仁反映说，我们的那个传送讯息的地方没办法传图。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刚刚有成功生出图的，请帮我按个1好不好？哇，大家都非常的踊跃，然后也有做，
可是因为我的奖品有限哈，那我们就请那个熏养、鱼鳞、飞龙、玉山、琼文啊，你们就是寄 email 给我，就是谢谢你们的热情参与。那有准备那个小礼物这个样子，那就是在 email 给我啊，我打一下我的 email。好，谢谢宫颈医师。那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收获很多。那不知道现场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那就是假如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因为其实这边有很多的一些使用的技巧啊，然后包括说那个现在假如说要那个解决这些胡子，然后假如是说那当然就是资源真的非常重要之外呢，那还有其他的氪金的方式。不过就是我们尽可能就是让大家尽可能就是用最不用花大钱的方式去做到最好的效果啊。那假如大家没有其他的问题，然后就是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然后就是这个简报到时候也会分享在我们的就是 Google Chat 的群组里面，然后就是谢谢大家，下周休息是因为是劳动节，那在下一周是再换到我们就是另外一个讲者，好，那就谢谢大家。